辞职回老家躺平后，我娶了兄弟的妹妹，但是他好像不喜欢我。没关系，那就当是娶了好兄弟。于是结婚之后，我老往兄弟那跑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抓着我不放。老公，真的要把我晾在一边吗？打算辞职回老家躺平后，兄弟马上来北京接我。我工作还没交接完，就已经坐上了他安排过来的私人座驾。毫无人性的大少爷和他的社畜兄弟，你早就该辞职回来了，都不知道我一个人在老家有多无聊。你回来陪我玩多好啊！兄弟柳青揽着我肩膀，语气里满是兴奋。一路上他都在我旁边吐槽我北上漂泊这2年他寂寞的少爷生活。你松开手，让我投完这份简历再来。我佯装严肃瞪了他一眼，他才切的一声松开我的手臂，说是回老家躺平，不过是换个地方当社畜，该找工作还是要找的。在我把邮件发送成功后，柳青突然凑过来说：咦，这不是我妹的公司吗？你应聘什么岗位？我跟她打声招呼。我吃惊的亚麻呆住了，有个地方首富的儿子做朋友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我流下了不争气的泪水。你早说呀，这简历我就不做了。就这样，我顺理成章入职了柳青妹妹的公司。大概是柳青打过招呼了，我被分配的岗位负责工作并不多，每天都能按时下班，然后去找柳青。她带我到处吃喝，时不时还带我去她家吃各种地方特色菜，都是大厨做的。这是我在北京打工这些年吃不起的东西，吃惯了海鲜味泡面，当真吃到了有海鲜的面，却有种不真实感。阿腾，你不在我老家的这2年，我跟着那些金贵的富二代们格格不入，完全玩不进去。还是你好，能陪我吃路边摊。说着，他把刚端上来的一盘烧烤里没刷辣酱的给我。你的补了，谢谢戴少爷。你快别评我了，你最近在公司要是看见我妹朵这脸，我跟她吵架了。啊，说实话，入职快1个月了，我还没见过柳青他妹。不就是跟着我妈复合了几句，让她赶紧把对象带回家吗？就生气了，还停了我好几张卡。这臭脾气，有男生喜欢才怪。而且这臭脾气，万一以后找的妹夫也是这个臭脾气，那我更加烦了。柳青跟我抱怨道：我还没见过你妹，她应该不认识我吧？我倒吸一口冷气，完了，万一他迁怒于我在工作上刁难我怎么办？我这个人最怕职场压榨，但是没办法，我要生活。如果不是实在顶不住在北京工作要长途通勤和加班的压力，我也不会回老家。迟早会认识的，你最近躲着点就行。我妹这人工作起来比生活较真多了。我识趣的点点头，发誓不去招惹他。结果没想到刚说完，第2天才点到公司打卡就被他抓了个正着，都怪柳青，非要拉着我喝酒。几瓶下肚，我直接昏睡不起。第2天起床，我随便套个衣服就往公司跑。在我把憔悴的脸对上打卡机，在最后2秒打卡成功，我暗暗松了口气，全勤保住了。还点到衣冠不整上班，你哪个部门的？身后响起一个凌厉的女声，还不是我们主管的声音。我僵硬的扭头，看见一张画着精致妆容的陌生臭脸。行政还这么潦草，员工守则没看过。抱歉，我现在去整理一下。名字？我倒吸一口冷气，突然想起柳青昨晚的话，这不会就是他那个凶巴巴的妹妹吧？伊藤诚，新来的，刚入职1个月。知道了。他知道什么了？直到我一头雾水的目送他走向上了高管层。完了，真的是柳青的妹妹，她应该知道我是柳青的关系户朋友了。我有些苦恼又欲哭无泪的拍拍自己的脑瓜子，因为见识了柳如烟的臭脸，我一整天上班都心不在焉，盯着时间等下班，一到点我就赶紧冲出公司，生怕再碰到柳如烟。刚走出公司，就看到柳青在大厅等我。腾哥，今天我家阿姨说可以做粤菜，你最爱的，走，去我家吃饭，我家阿姨清蒸鲈鱼有一手的。他过来揽着我，我却迟疑了。去你家会不会碰到你妹？怎么了？你被骂了？柳青一改刚刚的喜悦，秒变严肃地说：没有。你放心好了，上次因为让他找对象的事，他生气之后就没回过家了，他自己在外面有房子住。那就好。听到不会碰到柳如烟，我稍稍松了口气。走了，阿姨让我问你还有什么想吃的吗？她什么都会做一点的。我笑着回答：我想喝苦瓜排骨汤，昨天吃烧烤有点上火。行，没问题。就在我在柳青家大快朵颐的时候，柳如烟回来了。我喝汤的动作一瞬间僵住，和她来了个赤裸裸的对视。她轻飘飘的扫了一眼饭桌上吃的正饿的我和柳青，面无表情的上楼了。柳青的爸妈去国外度假了，柳如烟住在外面。偌大的别墅只有柳青一个人住，我们都没想到柳如烟会回来。我们2个人相视一眼，继续埋头吃饭，只是暂停了刚刚的颜色话题，不再说话了。我发誓我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回来了。现在跑还来得及吗？没事，不被欢迎的才是第三者，他是多余的。我们拿着手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在我们聊得正欢的时候，柳如烟从楼上下来，熟悉的清冷调调，我不敢抬头看她。柳青下意识回嘴：25了还没个男朋友，一点规矩都没有了。噗一声，我发誓我笑点很高的，除非忍不住。柳如烟的脸更臭了，把手里的材料往桌上一放，修长的手指敲桌子敲得梆梆响，扫了一眼柳青，又看向我。伊藤诚是吧？明天10点之前，你把这沓材料拿到办公室给我。我递给柳青一个求助的眼神，他没说话，只见我的微信叮叮2声。对不起，堂哥，我不能再嘴欠了，再说话以后咱们喝酒只能喝最便宜的了。堂哥勇敢飞，有事替我办。第2天，我战战兢兢把材料拿到柳如烟办公室时，没见着柳如烟，却见到一个长相白皙干净的男生在沙发上玩手机。
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柳如烟的男朋友了。能在臭脸老板办公室的男人肯定不简单。我朝帅哥友好的笑笑，把文件整齐的摆在柳如烟的桌上，转身准备快速离开，却听着那男生叫住我：“帅哥，你知道柳如烟去哪了吗？”我茫然的摇摇头，我不仅不知道，我还希望他此时此刻不要出现。既然直呼柳如烟大名，那肯定不是我被等闲之人，说不定就是柳如烟的男朋友。本着也不能得罪柳如烟身边人的原则，我礼貌性的说：“我来送文件的，我也不知道，要不您再等等。”行吧，我点点头，庆幸没被老板的家属刁难，赶紧一步并两步的撤到办公室门口。但是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，和拐角过来的柳如烟撞了个满怀。我拍拍胸脯缓解惊吓的神经，看着柳如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她扳着个脸盯着我，也不说话，太窒息了。我只好开口：“老板，文件已经放在您桌上，您男朋友在里面等您，没事的话我先下去了。”柳如烟板着的脸更臭了。男朋友？有事你跟我来。什么？我悻悻地跟在柳如烟身后，她前脚跨进门口，后脚却没有动。我一个踉跄勾到她那10厘米高的增高鞋，做事惯性往前，差点摔了个狗啃泥。你干嘛停？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随便进我办公室。我的话被柳如烟的声音打断，只见帅哥从沙发上站起来。如烟，我后悔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你的玩具，想要就要，想丢就丢吧？可是你一直单身，不就是在等我吗？如烟，你肯定还爱着我，我现在回来了。帅哥很激动，过来要抱柳如烟，却被他一把子躲开了。他侧身躲开了，身后的我和帅哥大眼瞪小眼。帅哥自知难堪被外人看到，有些不满和尴尬的看着我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我无语了，你以为我不想走吗？唐三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再缠着我就是骚扰。如烟，我真的很想你。我听着他油腻的声音，不禁一阵犯恶心，准备趁机溜走，却被柳如烟一把拉住。我有男朋友了。柳如烟顺势把我拉到她身旁，拉着我的手搭在她腰上，还拉着我往她怀里靠了靠。唐三提高音量，好似不可置信。柳如烟向我贴得更近了些，我僵硬的不知所措。你最好是自己离开这里，而不是我叫保安把你拖走。柳如烟的语气，她应该是真的生气了。我大气也不敢出，交个材料竟然吃到了大瓜。今晚跟柳青下酒的话题有了，我在脑海里梳理该怎么和柳青说，以此来转移柳如烟周身散发出来的怒气和压倒性的气场。唐三见柳如烟态度强硬，也自讨没趣，瞪了我一眼，终于离开了。半晌，办公室只剩下我和柳如烟，气氛一瞬间凝固。我悄悄提醒他走了，我可以放开了吗？柳如烟靠得太近了，第一次离女人这么近，我害怕。毕竟我和柳青在酒吧也只是喝酒猜码，我们从来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。虽然我们生性开放会口嗨，但真的亲密接触异性的经验值几乎为零。伊藤诚，柳如烟顿了一下，又是一段震耳欲聋的沉默。明天给你放假，我们去领个证。此话一出，我脑子顿时神志不清了。你疯了？我把柳青停掉的卡全部给你，我们签个合同，你假装我老公。这个买卖好像不亏，毕竟那些卡的额度一张能抵我做牛做马一辈子。在不干涉对方生活为前提，但是为了保证我爸妈看不出来，你得搬来和我一起住，我不会管你。柳如烟像谈合同一样缓缓说出这些，我像个收音机一样全盘塞进脑子里。最后我留了句我考虑一下。你别和柳青说，他不会同意的。我有些吃惊，这都被你知道。明天之前给我个答复。下午我就找了个理由请假了，回家考虑这事。虽然荒谬，但是我太需要钱了。柳如烟开出的条件简直就是伊藤诚诱捕器。我不像柳青从小无忧无虑，我就是典型的穷着苦着长大的小孩。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没了，我爸爱她，想随她去了，从医院顶楼跳下来，没死全瘫了。好好的一个家，因为我的到来成了这副模样。我小时候没有家，飘无定所，寄居在各个亲戚家，看惯了他人的眼色生活，我能敏感地捕捉身边人所有细微的情绪，以此来保全自己。我是在大学在健身房兼职时候认识柳青的，我们因为是老乡而熟络起来，但他本和我不是一路人。认识他我才发现，原来真的有人可以不用为钱担心，甚至因为妹妹太优秀，他可以不用那么努力。我们真正成为好朋友是他大学时候被大一届的学长骗钱，我为了追回他被骗的5万块，追着那个学长跑了5条街，把他打了一顿，终于把钱要了回来。5万块，老子4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还不止，你轻轻松松就用假游戏卡骗到了，我怎么会让你得逞？柳青从此看我的眼神多了一分光，他开始黏着我，拉着我陪他去吃喝玩乐。我陪他，是因为他也肯陪我在图书馆坐上一天，却毫无怨言。柳青虽然有点蠢，但这朋友能处。毕业之后，我打算去北京闯闯，大城市嘛，总是机会多的。柳青回了老家，他想让我跟他一起回去，被我拒绝了。我想挣多点钱给我爸治病，虽然希望渺茫。我在北京挣扎了2年，挣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家给我全瘫的老爸维持生命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前几个月我爸被医院宣布死亡，我倒没觉得有多难过，只觉得好像身上的担子轻了许多。我终于卸下了赡养父母的包袱，只是还有一堆外债，生恩已尽，我想躺平了，债慢慢还吧。我告诉柳青我要回家躺平，穷点没事，快乐要紧。我苦了26年，第27年我要为自己活一次。所以我说，柳如烟开给我的交易条件太诱人了，她给的钱能让我一次换完所有外债。
让我真正不用为了钱奔波。反正结婚这种事对我来说无所谓，我根本没有期待过哪个女孩会看上我这样出身的人，而现在结婚居然可以还钱，何乐而不为？所以最后我瞒着柳青跟她妹妹领证了。第二天我就和柳如烟去领证了，整个过程我都在放空自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柳青说，我害怕因为我和她亲妹妹结婚而失去她这个朋友。于是我问了柳如烟，老板，如果柳青知道了，她生气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柳如烟拿着那2个红本本，看得入迷，没接我话。不是，有这么好看吗？老板，我提高了音量。我说，如果柳青知道我瞒着她跟你结婚了，生气了怎么办？柳青啊，这家伙脾气上来快，下去也快，这事肯定也瞒不了他。那这样吧，现在我陪你去找他。柳如烟跟我好一顿分析，我想想也是，我自己一个人肯定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有种背叛好兄弟的感觉。我该死！柳如烟把车稳稳地开到了他家别墅，我给柳青发消息说我来你家找你了，他真的，我哭死了。我刚发消息给他，他就到阳台给我招手，然后马上跑下来。柳青待我这般真诚，我更加不知道怎么开口了，只好给柳如烟一个求助的眼神。老板，你帮我说好不好？我们一起面对。柳青下楼看到我和柳如烟站在一起，他直接原地愣住了。如烟，腾哥，你们我们结婚了。柳如烟开口，我震惊了，没想到他这么直白。柳青也震惊了，没想到这么炸裂。柳青拿着2本结婚证研究了半天，确认是真的民政局钢印而不是 PDD 买的之后，他先是言辞质问柳如烟。柳如烟，你是不是给伊藤城下了什么迷魂药？你情我愿的事情，柳青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柳如烟皱着眉，呛了他一句。腾哥，你们真的假的？柳青转而小声地问我，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腾哥，你不是说你这样的男人不会有人要，你这辈子都不会结婚的吗？我更愧疚了，想当年我替柳青拦下的烂桃花数不胜数，而现在我却先他一步结婚了。柳青，对不起，这事到时候我会找机会跟你解释的，你别骂我。柳青不说话，低头摆弄了2下手机，微信叮叮2声。腾哥，你可想好了，我妹这人脾气不好，你结婚了以后不知道她还能让你跟我喝酒吗？破防了，这哥们最在意的还是这点。我朝他点点头，他会意一笑，比了个 OK， 默契的要命。柳青居然欣然接受了我成为他嫂子这事，名义上的，我和柳如烟都没想到他反应居然如此淡定，我觉得有诈，但是说不上来。看来你家人是挺着急你人生大事的。我开玩笑似的跟柳如烟说。是吗？你家在哪？我去帮你搬家。搬家？完了，忘记合同里说的要搬到一起住这件事了。我出租屋在城西那边，有点远，我自己过去就好了。我帮你。还有，这是我们家里的钥匙。柳如烟一口一个家里，整得我有点想哭。我从来都没有家，永远漂泊在别人家，现在飘到了顶头上司家。伊藤城啊，伊藤城，你真有出息。柳如烟执行力超强，1天就帮我搬完了。当然我东西也没有多少，住低价出租屋就要做好随时被赶出来的准备。我的生活用品和衣服精简到了极致。你就住那间小屋？是啊，柳如烟这个问题我没法解释很多，穷的还不明显吗？没想到。他没想到什么？是没想到柳青居然会有我这个穷逼朋友，还是没想到我这么惨还这么乐观？柳如烟没接着说，我也不知道回什么话。我们就这样静默一路搬完了家，晚上回到他家，捣鼓完一切之后，我们一人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，他也不说话，安静的坐在那摆弄他新买的盲盒。我只好不停的给柳青发消息。柳青，该怎么跟你妹妹沟通啊？她在玩盲盒，也不说话，面无表情的，是又生气了。柳青不回消息，直接一个视频打过来，叮叮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，手机掉在地上。柳如烟终于抬头了，慵懒的眼神给到地上的手机，又瞥了我一眼，又跟柳青发消息骂我。老板您误会了，我们一直都这样，你都跟他结婚了，你不知道？还有你俩玩什么先婚后爱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个叛徒！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成我妹夫。我已经能想到网线那端柳青咬牙切齿的模样了，只好疯狂给他发对不起。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答应他这么离谱的要求？柳如烟估计还爱他那个初恋，这2个人纠缠好久了，但是吧，这话燃起了我的八卦之心。你接着说呀，干嘛不回话了？但是柳青不说话了，欲擒故放省略号算是被他玩明白了。你明天出来陪我玩，我当面跟你说。不是，哥们，明天周一工作日要上班啊。回完这句话，柳青是彻底不回消息了。我无趣的抬头起来环顾，眼神不自觉停留在还在专注把玩玩偶的柳如烟身上。漂亮是真的漂亮，跟这张脸贴在同一张结婚证上实在不亏。何况她还给我钱，美中不足就是没有爱。不过不重要了，没有爱我还不是活了20几年。想得有些出神，看柳如烟的眼神也忘了收回，被她抓了个正着。伊藤城，你困了吗？没有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柳如烟已经走到我身旁，我愣了愣。是不是还不太习惯？我也是刚来这里住了不久，家里很空，你想买什么就买，家里还是该有点家味的好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叫我名字吧。唉，柳如烟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好像累的又好像有些失落。我哪里敢直呼顶头上司又衣食父母的全名，愣愣的看着他不说话。咱们是合法的，别搞这么生疏了，到时候在爸妈面前穿帮可不好。柳如烟苦笑道。好，柳如烟。
哎，伊藤城，语毕，我们竟然不自觉地相视一笑。晚上我不争气的失眠了，反复想着和柳如烟互叫名字的画面。撇开一切现实因素，我们真的好像一对普通的情侣，只是这是假的。覆盖这个画面的是唐三，是柳青没说完的柳如烟的故事。我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，也可能是认床，也可能是脑补柳如烟和唐三的纠葛爱恋太兴奋。柳青啊，我恨你！清晨夺命闹钟准时响起，我慢慢爬起来，烦躁的思考今天该怎么在办公室补觉而不被主管抓到。刚拖着一身烦恼走出房间，就碰上了柳如烟。她穿着真丝睡衣，我压抑自己的烦躁和害羞，眯着眼睛准备踱步远离她，却被她一把抓住。伊藤城，你昨晚当贼了，黑眼圈这么重。我不敢说实话，失眠了我。是还不习惯吗？那你今天别去上班了，好好休息。柳如烟无奈的笑笑，我竟然在她的笑意中捕捉到了一丝宠溺。伊藤城，你完了，失眠失出幻觉了。谢谢老板。我兴奋的拍手，正合我意，去找柳青听八卦。你叫我什么？柳如烟，谢谢嫣嫣。柳如烟突然伸手拍了拍我的脑袋。你真的蛮有意思的。柳如烟去公司了，我拉着疲惫的脸就赶去找柳青。还没到柳青家别墅，我远远的就对着他房间的方向大喊：柳青，哥们来找你了！你臭脸老妹，给我放假了！你快下来！柳青马上出现在阳台上，一脸错愕的看着我。我还没来得及思考为什么他这个反应，下一秒我也错愕了。别墅门口探出一个优雅的身影，笑盈盈的看着我。又找柳青来了。他朝我招招手，我僵在原地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就是柳青的妈妈。下一秒，柳青也过来了。她一只手搭在女人肩膀上，一只手朝着我挥起，眨巴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，对着我说：妹夫，我想死你了，你可算来找我了。我无语了，不等他妈反应过来，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捂住她的嘴，用眼神警告她不要乱说话。柳青妈妈先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便走过来牵起我的手。你是如烟的男朋友？她激动的颤音把我吓了一跳。柳如烟啊，柳如烟，你家人真的很着急你的人生大事。妈，他是柳如烟的老公。柳青把我往前推了推，大声地说，我只能尴尬向阿姨问好。阿姨好。领证了，真的。柳青妈妈一脸不可置信，我甚至看到她眼里闪烁的泪花，我有些于心不忍。要是她知道这不过是场行婚，她得多失望啊！我轻轻的点了点头。柳青在我身后暗示我改口叫妈，我轻轻张嘴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从来没有妈妈，也从没叫过妈妈，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稀松平常的名词，在我这里是个陌生词汇。我抱歉的看着她，抱歉阿姨，我还没习惯。柳青妈妈很善解人意，一个劲的跟我说没关系。老妈，伊藤城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和柳如烟结婚了，我们是亲上加亲。柳青揽着我，我对她妈妈说，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自己是和柳青结婚的感觉。也是，反正柳如烟也不喜欢我，就当是娶了柳青好了。晚上柳青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菜招待我。饭点到了，柳父也回来了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见了柳父和柳母，我有些紧张。柳青很兴奋，一个劲的说个不停，说我和柳如烟，也说他和我的故事。柳父突然开口，摇摇头无奈的说，对了，提到如烟啊，今天在公司他开会心不在焉的，不停的看手机，下班叫他一起回家吃饭，他也不肯回，以为他要加班吧，一下班人也没影了。我若有所思，想到柳青今天跟我唠了一下午的柳如烟和唐三的爱恨纠葛，寻思着他可能是去找唐三了。那正好，今晚不回去了，给他创造自由的空间。晚上我在柳青家和他打游戏，正为自己周到的考虑窃喜着。柳如烟一个电话打过来，你去哪儿了？10点还不回家？柳如烟着急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，我赶紧调低音量。柳青边帮我调游戏手柄边说，真的不回去了吗？我看我妹都想你了。我小声回答他，我在你家呀。我感觉不妙，眼前浮现出柳如烟的臭脸。你跟我结婚呢，还是跟柳青结婚？没等我接话，柳青凑过来抢走我的手机，对着柳如烟说，不是吧妹妹，这你就吃醋了？我跟腾哥认识的时间可比你长，按第一次见面的时间算，我比你更早认识他。柳如烟莫名其妙的一句话，给我和柳青都整懵了。我们面面相觑不说话，最后柳青舍不得我这个游戏搭子，百般耍赖让柳如烟同意让我在这种，说明天一早就来接我去上班。可恶的资本家！这天晚上我又失眠了，想了一晚上都没想出来自己什么时候见过柳如烟。